喺廣州，有啲食肆甚至靠住一份涼拌魚皮，即使係深藏小巷，歷經40年嘅風雨寒暑，依然吸引住無數老廣慕名前往。我老豆咧就順德人嚟嘅，咁順德人咧就好中意食魚嘅，食魚生啊、魚滑啊，啲魚皮掉咗去咧就好浪費。咁我老豆咧就創咗一個菜叫做爽魚皮。魚皮一般用鯇魚或者鯪魚皮做原料，一條2斤嘅鯇魚喺廚師靈活嘅雙手入邊起出薄薄嘅魚皮，用鹼水洗過之後，醃製8到10分鐘過清水，10秒鐘熱水，30秒嘅冰水，時間控制得啱啱好，出嚟嘅魚皮先至有韌勁。搭上薑葱芝麻同秘製醬油，爽脆鮮香。桑基魚塘遍地嘅順德，魚係順德菜嘅主打。以精細刁鑽為精髓嘅順德菜系，幾乎每個餐廳都會有幾道拿手魚類菜品。喺順德經營住一間私房菜嘅岑雨琪，就係其中一位擅長製魚嘅高手。為咗得到更好嘅食材，岑雨琪喺離店唔遠嘅地方租咗幾畝地作為實驗，開辦咗小農場。魚要自己養，豬要自己餵。呢度都係鯇魚、大頭魚。我哋而家就餵啲青菜，等佢保持到佢魚嘅活力，但係就唔會話會長脂肪。主要分佈喺珠江水系嘅鯪魚，係老廣日常生活當中最常見面嘅家魚。普通嘅魚需要刀工加持先至可以登堂入室。第把刀。起刀非常講究技巧，好似岑雨琪咁樣完整剝出一整張嘅魚皮，至少要經過3年嘅練習。個前邊抬到咁高，就輕輕行一刀之後放平，拖咗上嚟，隻到個頭殼嘅後邊咧，順住嗰條腩骨推落去，仲有一條魚嘅出咗嚟。傷肯定有㗎啦，就焗親啊！燙傷、戒傷啊、切傷都有嘅，上條魚皮冇穿過，先為之成功嘅魚皮。咁然之後咧，你一定要懂得釣魚嘅構造。咁多啲。岑雨琪深知學廚係苦海，但係唔知唔覺就已經做咗30幾年。難得20歲嘅仔岑浩然願意接過佢嘅衣缽。順德廚師入門嘅考驗，必須要從一條鯪魚開始。傳統嘅順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係全部都係易學難精。切薄啲咧，就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，會有骨疏。擅長料理魚嘅岑雨琪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成多種嘅菜式。著名嘅均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之後，反覆咁捽打，直到打出筋道嚟。呢個時候嘅魚肉富有黏性。睇似軟嫩嘅魚肉，煎出嚟嘅魚餅卻有爽脆嘅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絕嘅是頭蒸鯪魚鼻，只取魚頭當中最爽滑嘅魚嘴，用豉油蒸出醬香，個中細微嘅差別，精明嘅本地食客總可以辨出高低。岑雨琪亦都喺傳統嘅順德菜嘅基礎上，不斷加入自己嘅想法。魚骨熬製嘅高湯煮中，只取細膩嘅粥水，加入剔除魚刺嘅魚肉、瑤柱絲、絲瓜等11種配料，用粥水煮嘅拆魚羹就係岑雨琪自創嘅拿手菜。
讓開嚟。食物係入口之物，岑雨琪好在意街坊嘅評價，一直堅持自己調味，將一條魚變成一個味道嘅世界。呢個係南粵水鄉浸潤出嘅獨特技藝，亦都係順德菜嘅脈絡主線。廣東唔產小麥，但並唔影響老廣嗜好麵食。各式茶點將麵演繹出迥然唔同嘅南粵風情。喺早上6點，增城東區市場內嘅包子鋪就要開始準備蒸包啦。喺衍生出飲茶文化之前，茶點只不過係人們早起勞作嘅果腹之物，以粗糧為主。叉燒包、雞球包出身並唔矜貴，老廣中意叫佢哋做大包，既可以做主食抗餓，又有點心消閒嘅滋味，至今仍然係早餐入邊嘅主角。要2個是嗎？好，要燕麥的還是要白的？所以我們不要白饅頭啊，白饅。喺小店入邊忙碌嘅背後，係24小時不間斷製作嘅工廠，源源不斷咁為呢啲嘅早餐店提供各式嘅新鮮包點。經營呢啲包店廠嘅林偉賢，同樣對廣式嘅大包非常之有熱誠。每日都要做到咧，就係20萬，有時咧就突破到30萬隻。而我哋做出嚟嘅咧係即做，今晚做完之後，第日早上咧就即刻咧就係燒去整個珠江三角洲。對於廣式大包嘅喜愛，我哋仲要從10年前開始講起。原本做餐飲嘅廣州本地人林偉賢，總係掛住細個嘅時候所食過嘅叉燒包，於是就開起咗包子鋪，專賣叉燒包。冇諗到手工製作嘅包好受街坊中意，10幾平方米嘅細店經常排起長龍，每日最多可以賣出6000隻。而最吸引顧客嘅就係叉燒餡入邊隱藏住嘅老廣味。去皮嘅新鮮豬頸肉肥瘦相間，煮咗唔柴唔膩，嫩中帶脆，係製作叉燒包最好嘅餡料。清洗之後切成大塊，放入滾水入邊煮開，撈起瀝乾，炸上一次。前期準備嘅工作咁先叫做完成。為咗令到口感更加接近老廣門記憶當中叉燒包嘅味道，叉燒嘅烹製亦都係大鑊炒製。豬頸肉入鑊之後，加入酒、生抽、糖同秘製嘅醬料炒熟，唔加一滴水，咁樣先可以將醬汁濃郁，完全咁將豬肉包裹。一煲25斤嘅豬肉，反覆炒製，好考驗師傅們嘅臂力。一塊叉燒係咪夠好食？從豬肉嘅選擇、醬料嘅秘製到火候嘅把控，每個細節都非常重要。咁嗰啲市民一試啦，哇！隻包個皮咁鬆軟嘅，再食到啲餡咧，哇！呢種咧就傳統嘅口味喎。做好嘅叉燒色澤暗紅，肥瘦適中，用機器打成均勻嘅肉碎，就可以用嚟製作包點啦。喺10年入邊，機械化慢慢替代咗傳統手工，而呢度嘅叉燒包依然係堅持手工製作，從捽麵、分塊、製成麵皮，每一步都離唔開師傅們嘅雙手。人工係經過咧就反反覆覆用啲係陰力去完成佢嗰個工藝流程。你搣開隻包，手工做出嚟，佢係好細膩。2兩麵皮，6錢叉燒餡料，一個個叉燒包喺師傅們嘅手入邊成形。
80個師傅，每日要完成10萬個包嘅製作。做好個包，經過發酵就可以入蒸籠啦。為咗保證叉燒包開花，時間同溫度要把控得啱啱好。經過高溫蒸製，包入邊嘅麵筋氣好紋路，達到最佳嘅效果，可以膨脹到12公分，比起茶爐入邊嘅叉燒包至少大2到3倍。出鑊嘅包外皮雪白，包面含笑意唔露餡，輕輕掹開，微微上芡嘅叉燒餡，軟嫩飽滿，柔潤而不膩。每個月，麵包廠都要消耗大量嘅麵粉。潮濕多雨嘅廣東並唔適合小麥嘅生長，原料大多數嚟自於北方或者係進口。七哥，睇下啲小麥啦，嗰個係美軟白麥，質量非常之好嘅。都係達到我哋個要求啦。小麥咧就係有季節性嘅，夏天如果國內嘅小麥咧就係比較係適合。如果呢個季節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採用進口小麥。睇下啲粉嚇，嗰啲做餐飲出身嘅林偉賢知道，原料對品質嘅決定係非常重要，總會定期去到麵粉廠採購。呢啲全部都係同我哋生產。經過脫殼打磨，呢啲嘅小麥將會成為製作包點嘅材料。同北方嘅大包唔同，廣東嘅包所使用嘅係精麵粉。麵粉選用，林偉賢有自己嘅制定標準。因為一粒麵粉咧，就佢分好多個組織。咁而家我哋採呢隻麵粉咧，就係要攞一個粉心，佢嘅麵粉味同埋佢嘅筋度係最適合做我哋第一包嘅。買翻嚟嘅呢啲麵粉都會經過師傅們嘅巧手，成為一個個我哋熟悉嘅包點。呢幾年，除咗最有名氣嘅叉燒包，不斷研發改進嘅流沙包、燕麥包、核桃包、紫薯包、紅糖包等50幾個品種，亦都豐富咗江南第一包嘅麵點食譜。好啦，呢啲係今日新嘅品種。新研發嘅柳葉包，柳葉包係自己做出嚟嘅，一定要試啊！而林偉賢亦都冇停止對產品嘅研發，老產品嘅抽樣同新產品嘅試食，成為咗每日嘅必修課。係啊，佢因可能啊開心人啊做開心包係嘛？喺林偉賢睇嚟，做包冇咩秘訣，遵循傳統，一張一詞，一板一眼。一心一意，成就街坊所追尋嘅一道美味。食物之中有歷史，體會最深嘅莫過於係潮汕人。尤其傳統食材，更加可以令佢做出獨屬於當地嘅味道。響螺呢一種比鮑參翅肚更加難得嘅貴價海鮮，被認為係潮州菜嘅經典。好正嘛！鐘成全入行46年，喺自己一手創辦嘅酒家入邊，響螺係招牌菜。鐘成全最中意選用嘅係本港海螺，最肥美嘅季節已經到嚟。當地人將廣東汕尾同福建廈門一帶稱之為本港，呢度係南海同東海嘅交匯處，出產嘅海螺品質上佳。響螺對生長環境要求極高，冇返人工種植，喺汕頭近海已經捕撈唔到，只能夠靠大船去到福建一帶深海拖網作業嘅時候偶然捕獲，所以數量好少。周楚平為大廚鐘成全嘅酒家功課已經有10幾年，佢深知鐘成全嘅脾氣。老鐘叔呢，他對食材的要求的質量特嚴厲，也特認真。每年農曆10月，周楚平都會親自去到福建東山島檢驗響螺嘅質量。響螺分為2種，外表圓潤嘅被稱之為文螺。
菱形凸起嘅叫做大角響螺。同等大細嘅情況之下，文螺嘅肉更多，所以更受商家歡迎。響螺嘅珍貴唔單止係難以捕撈，更加因為佢生長週期好長。你看這個年輪啊，1年、2年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這個大概還不到10斤。OK， 謝謝，走了。新貨已到，鐘成全要大顯身手啦！食用響螺嘅記載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，而現存最古老嘅烹飪方式就係炭燒響螺。將響螺放喺炭爐上面，用調好嘅燒汁先俾響螺沖洗一次。僅靠聽聲、觀色、聞味嚟猜測螺肉喺殼入邊嘅情況，烹飪難度極大。而家已經好少人用呢一種傳統手法烹製響螺。有的不小心燒破了，以為老是放在一個地方，煮，等下下面破了，沒辦法做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不愧是名菜，這潮州人是怎麼弄啊？螺殼入邊嘅燒汁被螺肉完全吸收，一股焦香散發出嚟，呢個係響螺成熟嘅標誌。哇，太漂亮了！今天是成功了。鐘成全必須馬上趁熱，將螺肉橫切成薄片。燒製成功嘅螺肉焦香濃郁，回味無窮。擺盤嘅時候必須將螺味帶上。潮汕人認為咁樣公平公正，唔會短斤少兩。響螺嘅另外一種經典做法係白灼，將響螺外殼敲破取用，再將螺頭、螺尾嘅外皮同硬韌嘅地方切咗佢，然後用滾刀法將成個螺肉片成相連嘅厚片，出肉率只有2成左右。在山頭呢，做厚片的響螺都是每一個就做一片咯。我自己喜歡做的響螺是1.5斤到1.6斤一片，看起來更有豪氣，吃的時候更有脆感。能最後來白灼的，大概是3兩多吧。灼湯要用常湯，流傳螺肉嘅甜味。灼好之後，及時淋上滾燙嘅雞油，封住水分，令到肉質更加鮮嫩。厚片響螺爽滑清甜有韌勁，好適合年輕人享用。為咗令到更多人試到響螺嘅滋味，仲可以做成薄片。一個響螺肉切成5、6片，對刀工要求極高。你的刀工不好呢，它片起來有紋路，這樣就沒有像鋸子鋸出來一樣的紋路。白灼薄片響螺非常之講究火候，喺上湯入邊翻滾10幾秒就要攞出嚟，過火會令到肉質變韌。薄片響螺嫩滑爽口，老少咸宜。原隻響螺亦都可以同肉類、藥材同燉，濃香之中帶出海水嘅味道，滋味醇厚。螺頭等肉質較硬嘅部位，就搭配潮汕人中意嘅青椒腩煮湯，清潤鮮甜。呢個同樣係自古流傳嘅烹飪技法。思古而唔好古，鐘成全亦都唔會拘泥於古代嘅世界入邊。醬香響螺就係佢嘅創新。每到週6，鐘成全就會約埋當年一齊學煮嘅同學聚一聚。今天是週6呢，是我們師兄弟呢約定的，在這裡做幾個菜，自己品嘗，別把技術忘了。
佢哋都係1949年之後汕頭官方舉辦唯一一屆潮菜廚師訓練班嘅成員，相識46年，入行46年，佢哋擔起咗潮菜傳承嘅脊梁。一大早，李家父子就去到自家嘅辣菜基地開工。李敬新最近辭去喺廣州做咗10年嘅外貿生意，返屋企幫父親李雪壯嘅手。辣喺本地話係刺嘅意思，呢一種成身生刺嘅菜嘅植物，早喺東漢嘅《神農本草經》就已經有記載。冇嘢做嗰陣咧，就去村邊嗰度咧摘嗰啲辣菜，成日摘，不如攞翻去種啦咁樣。後尾就同我老豆講話，可唔可以種辣菜？跟住就種辣菜啦。20年前，李雪壯第一個將野生辣菜馴化成規模化種植嘅蔬菜。我哋喺清明前後嘅時候呢，我哋嘅辣菜呢比較嫩啲。到秋天嘅時候呢，佢成熟度比較快，所以我哋係用嚟齋茶，1年4季都可以食。走啦，好，得啦。李敬新接手之後，辣菜開始有咗新嘅變化。收工啦，阿姨。 20公里外嘅聖堂村鎮凹口村，狼叔嘅燒餅檔準備開檔。燒餅同辣菜一樣，係恩平標誌性傳統美食之一。呢條村有30幾戶人家做燒餅，係遠近聞名嘅燒餅村。但好似狼叔咁樣用傳統炭爐做嘅燒餅，就已經寥寥無幾。 李敬新對呢兩種老食物有咗新嘅諗法。喂，你過來啊！係，就算你蒸1萬幾得係嘛？唔係好理想喎，仲問啊！我打等你分嘅，你試下你分下隻嘢。好啊，睇你分下嘢。同樣想堅持古法，但追求新口味製作，狼叔兩人不謀而合，開始試驗辣菜燒餅。哦，差唔多啦，雲啊！係試下緊啊！糯米粉喺陶缸入邊已經發酵近1個星期，撒翻啲辣菜粉。 搓油麵團呈現出草綠色。狼叔做燒餅50年啦，孫女自細就耳濡目染。雖然只有8歲，但係做起餅嚟駕輕就熟，亦都係佢嘅第3代傳人。狼叔嘅兒子們負責燒製，將做好嘅餅坯喺鐵盤上面均勻碼放，推入火爐上下2層木炭烘烤。 令到餅皮迅速脫水，以中小火烘烤6、7分鐘就可以出爐。炭爐烘烤出嚟嘅辣菜燒餅內裏有汁，外皮焦香。李敬新同狼叔做咗鹹肉、陳皮、麥香等多種口味。咁樣嘅新口味令到李敬新充滿期待。 創新嘅辣菜燒餅香氣四溢，好快就吸引咗一大波嘅客人。啊，叫做金光，叫做起金啊！好嘅。咁兩個氣同我。除咗向傳統食品要靈感，李敬新鑽研咗1年，製作出嚟嘅全新產品檸檬辣菜茶。 新仔啊！但係之前咧整咗個成品俾我哋試過，係有苦味嘅。依家啲點解有冇苦味嘅咧？同埋一個品種嘅檸檬啫喎。依家咧，因為我依家咪叫你哋刮嗰陣咧，將嗰層連住個皮嗰層衣咧刮乾淨佢嘅。但係嗰層衣褲，原來嗰層衣褲啊。係啊，同埋呢個果質茶嗰陣咧質實啲，用啲力塞實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到時烘乾咗之後咧，隻檸檬就會裂翻嚟，就唔靚仔㗎啦。嗱，塞實啲佢。 3日之後，呢一批檸檬辣菜茶製成啦。李敬新請種咗1世辣菜嘅父親嚟品嚐。壯叔年輕嘅時候係做茶師傅，將辣菜做成茶葉就係佢嘅首創。
撕嚟。個味就比較香。有啲係省嘅可能會啱啱咧，中意啲檸檬嘅香味，中意佢好閪爽。有陣時呢就喺線上買，打上好處。辣菜茶以檸檬作為容器，辣菜嘅甘苦被檸檬嘅微酸中和，味道交融，相得益彰。按照佢嘅香氣嗰種味道，調味嚟講係比較成功嘅。李家人將最常食嘅辣菜玩出咗新花樣。細妹少雲最中意做點心，佢將新鮮嘅辣菜打成汁，同椰子汁分別倒入個蒸籠嗰度，草綠同雪白層層交錯鋪開。哇，好靚啊！一份色香味俱全嘅辣菜椰汁糕就出爐啦！媽子靚湯係老廣餐台嘅標配。媽媽將鯽魚兩面煎黃，放入湯煲嗰度，最後加上辣菜。呢個就係恩平最常見嘅辣菜鯽魚湯。以前經常去到東南亞做嘢嘅阿新，偏愛當地嘅菜式，冬陰功撒翻啲辣菜嫩芽，頗有融通中外嘅架勢。要還啦，要還啊，我要還。辣菜入口帶苦，細品卻甘，尖刺變得溫和，脆嫩甘爽。野菜本係祖宗前輩果腹度日，但係令到今日嘅李家富足安康。我知我間屋最成功嘅就係我做辣菜能夠將我3個細路仔讀書成功咁樣畢業。我覺得我自己比較中意做農業，會話係要靠呢樣嘢去揾幾多錢。我覺得就享受自己中意做嗰樣嘢就 OK 啦。喺肇慶，亦都有一種生雲刺嘅植物，學名芡實。因為品質出眾，被人冠上地名叫做韶實。喺西江邊嘅沙浦鎮，係韶實嘅核心產區。芒種啱啱過，種咗20幾年芡實嘅陳樹雄同個仔嚟到塘邊，俾即將結子嘅芡實施肥。呢個時候嘅芡實正值係花期。每朵花都會生成一個果包，花嘅數量同質量直接影響今年嘅收成。你睇夠唔夠肥呢？就睇佢嚿丸打唔打皺。呢皺紋唔大㗎，就唔夠肥就要補肥啦。拉翻正嗰先，拉翻正。吸足養分嘅花將會靜靜咁迎接年底嘅蛻變。立冬過後，芡實嘅葉逐漸會減少。花已經唔多見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個生滿刺嘅果包，好似雞頭浮出水面咁，因此又被叫做雞頭米。陳樹雄今日帶住同村嘅芡實加工商陳滿雄查看結果情況。陳樹雄判斷今年嘅產量不容樂觀，佢哋決定割幾個包裹試下品質。生滿尖節嘅外殼需要用刀切開，將黑油油嘅果實放喺燒熱嘅瓦片上烘焙，水分慢慢收乾，一股焦香味溢出。用牙去咬，用手去掹，終於露出珍珠般光滑雪白嘅芡實果仁。啱啱烤熟嘅芡實既糯又香，烤耐咗則係香脆可口。品質冇影響，都好有口感嘅喎。係好香喎，好有柴火味啊！
我哋細個嗰時冇乜零食食，就喺啲湖邊啊、啲涌氹咁啊，見有野生嘅摘幾個。我都第一次食啊，咁樣食。一般嘅芡實喺果實成熟嘅時候可以摘包取果，但係少實仲需要喺水入邊留上一段時間。農曆嘅12月，芡實塘入邊白茫茫一片，漂浮喺水面嘅雞頭卻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陳樹雄就開始要忙啦。作業船喺水上面巡迴，將大殼嘅芡實從水底淤泥嗰度吸出，令到芡實成熟之後自然脫落浮喺水下。浸泡嘅時間越長，轉化出嚟嘅澱粉就越多，營養價值亦都隨之增加。呢種方式俗稱叫做水下熟。呢個係肇慶人對芡實嘅深刻理解之後，形成獨特嘅種植手法。喺機械化採挖工具尚未出現之前，當地人用呢一種名叫做肇實撈嘅竹製工具打撈芡實，而家喺市面上已經絕跡。喺作業船到唔到嘅嗰啲地方，陳樹雄仲係中意用呢一個古老嘅工具。一台機4至6畝，一個人做幾分田，機器快速就會容易打爆啲皮。肇實撈呢，相對嚟講損傷冇咁大。簡單清洗之後，芡實需要日光暴曬。呢個季節嘅沙浦鎮，家家戶戶都圍住芡實轉。經過1個禮拜嘅晾曬，就可以破殼加工啦。老街巷就好似淹沒喺舊時光入邊，偶爾有老人用幾十年前嘅手冊機，一粒粒咁破開芡實殼。更多嘅係家庭小作坊，用上世紀80年代嘅機器，將芡實加工成各種形態嘅產品。喺陳滿雄嘅加工廠門前，啱收購嘅芡實鋪展開嚟享受陽光。呢個係肇慶規模最大嘅現代化芡實加工廠。阿雄花咗半年嘅時間，自己設計嘅生產線啱啱投入使用，效率將會大大提高。2個月嘅時間就可以將成個肇慶嘅芡實加工完畢。照實產量極少，唔到全國芡實產量嘅1%，卻係市場上嘅搶手貨。照實顆粒大，有明顯嘅色蓀紋，呈現紅褐色，澱粉含量比一般嘅芡實要高，被稱之為水中人參。最常見嘅食法係煲湯，乾品煮熟之後就好似怒放嘅菊花，口感鬆化。湯色清白，味道清甜，有清熱祛濕嘅功效。收穫季先可以食上新鮮嘅肇實，同芋頭、南瓜係最佳拍檔。芋頭同南瓜嘅綿軟，襯托出肇實嘅軟糯活潑。飯後再嚟返個番薯肇實糖水，又大又圓嘅肇實，好似一個個細湯圓咁，彈牙可口。上茶啦，再食花。忙完咗收穫季，阿雄邀請陳樹雄等種植戶去到屋企入邊聚餐。大家辛苦成年啦，而家又收完成啦，食多啲啦嗰餐，係嘛？喺西江新會河段，亦都喺獨特嘅生態系統當中流傳住先輩嘅味覺遺產。梁衛東同村入邊嘅其他漁民一樣，有一套代代相傳嘅特製撈蜆工具，因為呢度有盛產嘅黃沙蜆。呢啲蜆尾設計成咁樣，佢先可以畫到蜆啦。30年前已經開始用呢種工具嘅啦，嚇。我呢啲叫做係膠搭，又係叫做水牛，可以定方位，
又係可以隨流水啊！堅守古代傳承嘅工具，正係當地人保存黃沙蜆獨特風味嘅秘訣。清晨5點，梁偉東出發啦。慢水少少呢，佢直線就唔走得喐，就攞唔到蜆。我哋就要控制個速度。前後嗰2張呢，就控制嗰個方向。梁偉東將船打橫停咗喺江中，控制佢緩慢咁移動。緊接住，佢將蜆扒一個個咁投入江中。隨後，佢必須依循住古法，迅速開始收蜆扒。唔係所有嘅河蜆都可以叫黃沙蜆。西江水喺呢度由急變緩，大量黃沙沖刷蜆身，加之靠近出海口，江水當中富含住養分，令到呢度出產嘅蜆個大體黃，質量上升。用呢種方法撈蜆，一日最多可以撈30-40斤，少則只有幾斤。咁費時費力咁慢撈，為嘅就係最大程度咁保持食材嘅最佳狀態。啊！呢啲我哋慢慢地喺個水底搲落去，佢冇受到驚嚇啊嘛，佢沙都唔會恰得到落去。嗰個拖蜆呢，開得馬力大，邊係生都係滾到死咁滯噶啦。時近中午，潮水大漲，梁偉東今日只係收穫咗10幾斤嘅黃沙蜆。作為食材，中等大細嘅黃沙蜆最為飽滿鮮嫩，太細就好瘦，太大又太老。清洗篩選完之後，梁偉東將黃沙蜆俾島上開餐廳嘅梁金華送過去。黃沙蜆靜靜咁留喺水池入邊吐沙，幾個鐘頭之後將會變成一道美味。撈黃沙蜆講究一個慢字，島民嘅生活亦都係咁。呢度遠離市中心，只能靠輪渡進出，保持住古樸寧靜嘅生活。石板沙居民嘅先輩原先係漂嚟喺海上嘅疍家漁民，定居島上之後，仍然以捕魚為生。為咗方便生計，石板沙嘅先輩大多選擇臨河移居，幾乎每戶人家都有漁船停靠喺岸邊或者河涌邊。單單係傳統撈蜆船就有40幾隻。到而家，1年等一回嘅黃沙蜆盛名在外。每年嘅3到5月最佳嘅食蜆季節，都會吸引住大量嘅遊客。喺梁金華嘅餐廳，最受歡迎嘅係油鹽清蒸黃沙蜆。2分鐘到啦，你如果超過有4分鐘打上啲肉好鞋㗎啦。啱啱蒸好嘅黃沙蜆，肉質飽滿肥嫩，表面細膩光滑，好似剝咗白膜嘅雞蛋，鮮甜爽口嘅本味盡情釋放。加返少少嘅辣椒圈同蒜蓉，就可以俾重口味嘅食客開胃。分鐘到啦。梁金華最高峰嘅時候，一日要烹製超過300盤嘅黃沙蜆，唔少食客從100公里外趕過嚟，就係為咗呢一啖鮮味。冇污染嘅地方先靚啊，有污染地方有咁靚咁啊。對本地人嚟講，卜卜蜆先至係最高境界。呢個係更加極致嘅食蜆之法。喺盤上面加入一啲嘅清水同油，隨手撒一把黃沙蜆，開足火力，一個個蜆開始喺度跳躍，發出
卜卜嘅聲音，10秒左右就會張學。呢個時候必須要眼睛生快，馬上夾起身，滾燙咁放入口入邊一咬，啱啱膨脹到頂點嘅蜆肉汁就會爆出嚟，又滑又嫩。呢一種乾打火鍋嘅食法妙趣橫生，呢個亦都係疍家人流傳至今嘅古風。係㗎啦，同埋3、5次嘅啫。多啲啊！分小鄉生活咧。佛山桂城一座小館，大隱於市。館主陶敬業正喺廚房入邊忙碌緊，為一位特殊嘅客人精心炮製菜肴。劉洪喜喺學校教烹飪課20幾年，係陶敬業學廚嘅第一位老師。佢每次嚟到小館試菜，都令到入行10幾年嘅徒弟陶敬業獲益良多。師傅領入門，陶敬業一頭扎入傳統嘅粵菜世界，尋找各種失傳嘅粵菜老菜譜，學習前輩嘅廚藝。最近，佢到處揾緊一套30幾年前日本出版嘅傳統粵菜譜。嗱，睇下係咪呢兩本？哎呀，好重添啊！唔該晒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呢兩本啦。真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呢一套粵菜譜用咗10年先編輯成書，詳細記錄咗當時傳統粵菜嘅名店、名廚、名菜，到而家已經絕咗版。我打算將呢兩本書攞去日本送俾我朋友。好，唔該晒。啱啱落飛機，陶敬業嘅日本好友、餐廳主廚本掘大介早就喺度等緊。第一站就係大介嘅屋企。わ、足だ。はい、どうぞって。来ます。美味しい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。よかった。係，大輔さん。係。徐敬業帶俾大介嘅係漂洋過海又翻到日本嘅絕版菜譜。本です。私が見たかった。係。本だ。係。見ていいですか？係。見ていい。すごい。徐敬業呢一次受邀到大介工作嘅廣東料理餐廳做教學交流，同時要準備一場晚宴。第二日一大早，徐敬業就同大介一齊購買食材，為當晚嘅宴席做準備。徐敬業採購食材嘅宗旨係優選當地當季嘅物產。みんな飯だ。係。お酢じゃない。福岡著名嘅特產草莓新鮮上市，徐敬業打算用佢創新一個傳統菜式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翻到餐廳廚房，各位廚師開始大展身手。一定要留意我炒的時候那個手的那個手法。桂花炒素翅係徐敬業從老菜譜入邊所學到嘅名菜，要將雞蛋炒到散到好似桂花咁，需要快速揮動鑊鏟邊炒邊壓。桂花的。桂花，哇，すごい。接住落嚟到大介出場。頑張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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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啊！頑張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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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敬業所炒製嘅桂花素魚翅顏色更加金黃，香氣亦都更加濃郁。
速度不夠快，那個手法不夠快，跟不上那個火候。福岡城市雖然唔大，但係餐館林立，飲食多彩。想要征服福岡人嘅胃，非常之唔簡單。客人們陸續入席，一次味覺考校亦都拉開序幕。這個菜單的味蕾設計呢，就是前段部分是有一個清淡的，中段是一個濃郁的，最後就是一個比較清淡的味道作為一個結尾。徐敬業為呢一次宴席準備咗13道菜，每道都離唔開粵菜清鮮爽嫩滑嘅特點。頭盤係兩個冷菜，用花雕酒醃製一晚嘅醉鮑魚，以及青瓜皮包裹嘅蝦肉，係道酸甜可口嘅開胃菜。熱燻焗釀大明蝦，外脆內嫩，飽滿多汁。而麥穗花油係今晚菜式入邊最講究刀工嘅，要喺唔到2毫米嘅魷魚入邊，縱橫咁切出深淺一致嘅花紋。呢道菜火候控制最關鍵。徐敬業算好咗菜餚從出鑊到上台嘅時長，決定將魷魚炒到7分熟。去到客人面前嘅時候，係最佳嘅享用時間。美味しいねこれね。技巧がすごい半端ない。主菜咕嚕肉係經典嘅粵菜，亦都係徐敬業嘅拿手菜。佢用當季嘅草莓代替常用嘅配菜菠蘿，並稍稍煎出焦糖味，傳統手法做出咗新味道。すごくジャパニーズ可愛いというか、可愛いというか、とっても素晴らしかった。以鐵觀音燉老雞嘅清湯收斂味覺，壓直嘅翡翠拌魚卷鮮美嫩滑，而雙蝦炒飯同甜品最終驚豔登場，成為呢一場味覺盛宴嘅絕妙美聲。日本廚師大介亦都露出咗絕活助興，以油溫控制麵團一啲啲咁長大，用最傳統嘅方法做出一個最傳統嘅粵式點心煎堆。一輪美食盛宴，各位客人好似粉絲般咁熱情，令到徐敬業非常之感動。